大家好，欢迎来到无相之境，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别人看不到的，我们偷偷告诉你。世有无相，万象藏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拆开伏羲和女娲背后藏着的小秘密。我们从小听神话，都说伏羲呢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会画八卦；女娲是补天的女神，她能够捏造泥人，然后去造人。但其实这些故事都是高维事件投射在人间的版本，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伏羲和女娲他们是什么？是神吗？还是人？答案是都不完全是，他们属于一种叫做高维引渡者的存在。说白了，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地球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是一个多维交叠的原始星球的时候，外星系的高维文明派遣的一组灵魂团队来地球帮忙调整能量网格和种族基因。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高维的工程师和文明的程序员。伏羲是偏秩序型的能量体，他擅长解读宇宙编码，排列自然法则，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能量公式、频率对齐、八卦阵列，这些都是他当年根据地球的山川、地貌、星象运行编写出来的。而女娲则是偏生命序列调频者，简单说就是她能调控万物生灵的灵魂频率和肉身构造。早期的地球种族实验里，有很多生物体无法适应多维交叠的地磁和频率，容易崩溃或者说是异变。女娲当年参与的就是调节这些能量结构，稳定种族模板。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夫妻呢？高维生命其实没有夫妻这个概念，但在人类的理解里，为了便于记载和传承，就给他们套上了兄妹加夫妻的双重设定。实际上他们是来自同一母星系统，隶属同一个原初种族。那么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我在阿卡西里读取的信息是，伏羲和女娲的源头都来自星系的高维文明，在那个文明体系里面，他们属于第6维度和第7维度，主要负责结构与秩序组，还有生命的编码组，都是负责宇宙边缘化星球文明孵化计划的志愿者。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来地球呢？因为在公元前2万年那段时间，地球这颗星球正处于多维震荡期，那时候这里是开放的多维度接触点，不少外星文明在地球进行种族实验，能量布网。而当时出现了一场能量网格崩塌事件，史书记载和投影是洪水灭世、天梯断裂的版本。伏羲和女娲所在的团队被派来接管残存的文明，重建星球的基础能量网格，并且设立封印，避免高维能量频率持续的冲刷人类种族，造成物种的灭绝。那么《山海经》为什么会记载他们？因为《山海经》里其实藏着大量高维文明的行动报告，只是用当时的人类语言和形象记录下来。里面提到的昆仑、天梯、神兽，很多都是当年伏羲和女娲布置的能量节点和守护阵法。昆仑如同我们之前的视频都有说过，曾是天界和人界的通讯、能量流动的枢纽。伏羲和女娲在昆仑就好像是在一个主要的控制台里，可以去调控天地的秩序，修复星球的基础法则。后来呢，因为外族的干涉导致天梯断裂，频率失控，他们才设立了各类的封印和地表阵列，将多维文明彻底隔离。那女娲补天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高维的版本是当时的地球能量网格破损，频率失衡，女娲在9处能量中心，史书化成炼五色石，重铸了地球频率节点，类似于今天的地球能量基站重启计划。为了维持星球的稳定，才进行了这次的行动。伏羲的八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他根据地球和周围星系的能量运行轨迹绘制出来的能量图腾，叫做8维能量矩阵，后来呢，人简称为八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伏羲和女娲不是简单的人类神话人物，而是高维的引渡者，或者说是外星高维生命体。他们参与了早期地球文明的结构调整，设立了星球频率阵列，遗留下来的能量节点和信息被后来人类口口相传，演绎成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藏在《山海经》啊、伏羲八卦、女娲补天这些故事和书籍里面。
而他们当年的能量体系其实还藏在今天中国山脉走向、古城选址、风水正局里，只不过大部分人忘了怎么解读。未来这部分能量还会慢慢被唤醒。好了，今天的无相小道消息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类秘密的宇宙历史，记得点赞、收藏、关注我们，下次继续为大家揭开新的宇宙小秘密。